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生命力？它其实是一个金字塔模型，最底层的是身体，然后是事业，然后是关系，最后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金字塔的模型来提高自己的生命力？第一部分就是身体。西方哲学里面有说过，以动之静。人的焦虑情绪最开始85%都是因为身体机能不行，没法睡觉，食欲不好，身体的不稳定导致情绪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想要去疗愈这种负面情绪，最开始就要去跟自己的身体连接。第一是运动，运动它能够分泌多巴胺。如果你不喜欢运动，不想要去运动你也可以去散步。散步它其实是左脑跟右脑同时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可能现在在想我今天的工作哪里没做好，我的事业应该怎么样，下一秒你可能会想到一种很感性的事情今天吃了一个什么特别好吃，明天想去哪一家店吃饭等等。它是一个感性和理性同时交织的一种思考状态，它可以有效的去平衡好你的情绪。因为情绪不稳定其实就是我只在用我的感性脑思考，我的理性脑它是不运动的。第二个，你想跟自己的身体连接，就走进大自然，多去看看花花草草。因为你看这些花花草草，你能够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力。你的五感是被打开的，你的嗅觉、听觉、视觉都会被打开。你的五感一旦被打开，你的内心就会平静，你会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第二层级就是事业。人最强大的松弛感就是努力拼搏后的，你只有足够专注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你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它无所谓你赚多少钱，而是你在为一件事情努力了，取得了结果之后，你能够自己去满意自己的结果，这是一种莫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你的内心才会无比的自信，你才能够真正让自己的内在放松。第三个就是关系。我们讲人生是一张巨大的网，你的支点越多，这个网它的宽度就更宽。不管是原生家庭的关系、人际关系还是亲密关系，它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一个三角论。你会发现你身边那一种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的女生都有一个共性，她们有爱支撑，她们跟父母的关系搞得好，跟同事的关系搞得好，跟上司的关系搞得好，跟朋友的关系搞得好，她的爱是有很多支点的。人只有被爱包围，他才不会被爱伤害。为什么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遭遇一次失败，或者说被渣一次，整个人精神世界他是坍塌的？是因为他感受不到爱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我了。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一个渣男，或者说经历了一次错误的婚姻，你回到家里边，你爸爸妈妈跟你讲，女儿没关系，这婚咱离了，这爱咱不谈了，爸爸妈妈养你，你内心还会害怕失去吗？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这个渣男，你的闺蜜跑过来抱着你，没关系你的孩子我们一起养，你去上班，我今天休息，我帮你带孩子，你还会害怕离开这段婚姻吗？如果你在感情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你整个人状态不好，你工作心力不足，你同事告诉你今天老板不在你的这个客户我帮你跟进，你看我帮你成交了这个客户，你还会害怕吗？你看人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亲密关系，这三者就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就是最牢固的。只有让爱形成了一种闭环，我们不管缺失了哪一种爱，它都有一个支点在托举。第四个层级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每一个爱自己的人，第一课就要修炼付出与爱自己的平衡。这种平衡其实是我可以对我身边的人好，但同时我也不亏欠我自己。比如说我今天给我的爸妈花5000块钱买了一件大棉袄子，我也一定要给自己花3000块买一条漂亮的连衣裙我今天陪我男朋友去踢了一场足球，但我也希望他能陪我去逛街。如果他不去，我也自己必须要去逛这个街。我满足他，但我同样也要满足自己的诉求。只有我们自己不会去亏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付出与爱自己的平衡。第二个就是要有自己的愿望清单，你得把自己当成小孩重新去养一遍。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在爱与不爱之间长大的也会有非常多的遗憾。我们想要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其实就是要用成年的自己去不断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填补小时候的一些遗憾和缺失。当你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变成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它能够去托举你的生命力。第三个是可以尝试去写作和输出。写作输出它是跟自己内心深度连接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的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
我都需要自己去看见它。所谓觉察即自愈嘛。当你在写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内心是静的，你很多模糊的情绪，你很多模糊的感受，就在你写作记录的那一瞬间会被具象化掉。你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你悲伤的情绪当中带着美好，你美好的情绪当中带着期待。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能够独处的人，但是习惯了写作和输出，会让我觉得一个人待着其实并没有那么孤独，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一样，也非常有意思。